今天我们来聊聊癌症真正致命的原因。过去大家都以为癌症之所以夺走生命，主要是因为肿瘤在全身转移，或是肿瘤本身长得太大，压坏了重要器官。然而，真相也许并非如此简单。有些癌末病人明明已经全身转移，却还能拖好几年；反而有的人转移不算多，却突然迅速恶化离世。到底是什么？在患者临终时刻痛下杀手。最近，科学家发现了一个被我们忽略已久的关键凶手——肿瘤侵入血管所引发的结团风暴。这个发现颠覆了我们对癌症致命机制的传统认知。研究指出，多达88%的末期癌症患者体内都出现了这样一个共同现象：真正致命的竟然是一条被忽视的血管入口。为什么全身转移的人有时反而撑得久？答案就藏在血液里那场惊心动魄的结团风暴之中。让我们先从常识出发，转移真的等于死亡吗？癌症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会转移，癌细胞从原发部位跑到身体其他地方落地生根，形成新的肿瘤灶。当癌症扩散到重要器官，比如脑、肝、肺，一般来说预后就变差了。因此，长久以来，医学界都认为转移是导致癌症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。甚至有种说法，90%的癌症死亡来自转移，听起来很合理，对吧？肿瘤到处跑，重要器官都被占领，身体功能当然扛不住。可是，临床上常出现一些耐人寻味的现象。不少患者虽然满身都是癌细胞，到处转移，但在治疗配合下，竟也带瘤生存了好几年，生活还能自理。相反，也有患者转移灶不算多，原发肿瘤也不算太大，却突然出现剧烈变化，短时间内迅速恶化离世。这就好像有的人身上伤痕累累，却撑过去了；有的人只中了一箭，却要了命，差别在哪里呢？难道肿瘤转移本身并不是最后那根压垮生命的稻草？其实早有一些线索在暗示我们，癌症死亡的终极推手可能另有其人。举个例子，医生们很早就发现，癌症患者身上常常出现不寻常的血栓，也就是俗称的血块、血凝块。法国医生特鲁索在19世纪就记录过一种怪现象，有些病人腿上或身体各处反复出现静脉发炎栓塞，找不出明显原因，后来却被诊断出内脏长了癌症。这种特鲁索现象提示了恶性肿瘤含血栓之间的不解之缘。甚至特鲁索医生自己在1865年发现手臂出现不明原因的血栓时，就敏锐地怀疑自己可能得了隐藏的癌症，结果不幸严重。原来癌细胞会分泌一些物质，让血液变得特别容易凝固，导致身体到处长出血栓。因此在临床上，癌症病人发生深部静脉栓塞、肺栓塞，甚至中风、心肌梗塞的风险都远高于一般人。这早就是医学界的共识，只不过我们一直以为这只是癌症附带造成的并发症，跟癌症本身是两码事，并没有联想到它会是主杀手。毕竟癌症病人免疫系统、凝血系统都很混乱，出点并发症似乎正常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可能就藏着谜底的一角。症候虽早就存在，但真正让科学家警觉的是一些统计数据。大型研究显示，癌症患者发生心血管事件的比例显著上升，包括肺部血栓造成的肺栓塞、心脏的血管堵塞导致心肌梗塞、脑血管阻塞引发中风等等。简而言之，癌症晚期常常伴随着全身血管系统的异常。有人或许认为，这不过是患者身体虚弱导致的连锁反应。病重的人卧床不起，活动量低，更容易生血栓，也容易出现各种器官问题。这说法有道理，但没解释的是，为什么癌症病人特别容易出现这些致命的血管问题？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在许多末期癌症的死亡病例中，医生们发现心脏、肺部、大脑等常常出现血块堵塞，可是之前我们却很少追究这些血栓和肿瘤之间的直接关联，一般只是草地把死亡原因归为癌症进展，好像一切都是肿瘤转移惹的祸。然而，有个基本问题一直困扰着专家们，为什么癌症患者总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去世，而不是早个半年或晚个半年？换句话说，在生命终点线到来之前，究竟发生了什么巨变？这个问题不好回答。传统的看法是，
肿瘤细胞一点点蚕食器官功能，最后超过身体负荷，就走到生命尽头。但这说法有点含糊其辞，没指出具体的导火索。医生们试着推断死亡时的直接原因，可往往得不出一致结论。有统计发现，在癌末死亡病例中，不同医生对究竟哪一项致命的看法很分歧，能完全达成共识的病例甚至不到1/5。也就是说，多数时候我们只能说这位病人是癌症走到末期走的，但无法更精确地指明是哪个生理机制，例如哪个器官衰竭或什么突发事件让病人在那一天离开人世。这对医学来说一直是个模糊地带，也因此缺乏针对最后一击的防范手段。直到最近，科学家们决定正面破解这个谜团。他们设计了一项破天荒的研究，直接去记录和分析癌症病人临终前后发生的一切变化，试图找到那只下杀手的黑手。2025年，《自然医学》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由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心主导的研究。研究团队召集了一批癌症末期患者志愿者，整合了临床监测和死后解剖2种手段，来追踪生命最后阶段的奥秘。这些志愿者中有21位是各种实体瘤，包含末期的大肠癌、肺癌、卵巢癌、肝癌、胰脏癌患者，另外还有10位没有癌症的重病患者作为对照。研究人员从临终前几周开始，就密切监视患者的健康指标变化。他们定期检查病人的症状和体征，只要发现病情有重大恶化，例如卧床指数评分骤降，或出现感染、心血管事件等警讯，就立刻抽取患者的血液样本，检测各种生理指标，就这样一路跟随观察，直到患者离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们在病人去世后马上进行了特别的遗体解剖。平常的尸检程序往往不会完整保留全身所有大血管，解剖时常把器官分离，血管可能被切断、移除，因此看不清血管内部发生了什么。这次研究人员精心改良了尸检方法，小心翼翼地保留住主要血管的完整结构，好让研究者们查看血管壁和血管腔里面的情况。当第一具遗体解剖结果摆在研究团队眼前时，他们都惊呆了。与那些死于其他疾病的对照组相比，癌症患者体内呈现出一幅骇人的相似画面，主要血管的内壁竟然被肿瘤穿透了。在绝大多数癌末遗体中，都可以看到肿瘤组织侵入了身体的大型血管，例如肝门静脉、下腔静脉、肝静脉，甚至腹部的主动脉。肿瘤细胞就像疯长的藤蔓，从旁边的器官或淋巴结一路钻破血管壁，长进了血管的管腔中。有的病例生前做过的 CT 影像，其实就隐约显示出这些迹象在死亡前几周或几个月，大血管里就长出这么一坨东西。只是我们过去可能以为那是一般的肿瘤压迫，没意识到肿瘤已经打开了通往血液的大门。研究团队后来又调阅了超过1200多位癌症死亡患者的医疗影像资料，结果发现，在那些病史详尽可查的人中，将近60%在生前影像上就能看出肿瘤侵犯大血管的迹象。如果进一步聚焦在某些癌种，如胰脏癌、肝癌、肺癌，这种血管侵犯更是司空见惯的事。比如肺癌常常侵犯邻近的上腔静脉，胰脏肿瘤爱长到门静脉里面去，肝肿瘤则会直接侵袭肝静脉等等。只是以前我们把这些当作晚期癌症的特征之一带过，如今才惊觉它可能就是死神的镰刀。光是看到肿瘤长进血管还不够，研究人员更想知道这跟患者临终有什么直接关系。这就要看我们刚刚说的那些临终前的血液样本了。当科学家们把不同时间点的血样化验结果拼接成时间线，一个惊人的趋势出现了。就在病人过世的前一段时间，血液中的癌细胞数量出现了突如其来的飙升，尤其是循环肿瘤细胞呈现指数级大爆发，甚至形成成团的细胞处在血液中漂流。要知道，循环肿瘤细胞 CTC 指的是那些从肿瘤脱落进入血流的癌细胞。在疾病进展到末期时， CTC 本来就会增多，但这项研究记录到的是一种异常的激增，就仿佛某种开关被打开，短时间内大量癌细胞涌入血管。结合先前尸检的发现，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解释。
当肿瘤无论原发或转移灶侵入了主要血管后，就好比打通了一条隐秘的通道，使得微小的肿瘤碎片源源不绝地脱落进入血液里。这些癌细胞碎片一旦进入血液，会让整个血液变得高度易凝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血液变粘稠了，随时准备凝结成块。于是全身各处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血栓，这些血栓就像在身体的重要河流上筑起一道道堤坝，阻断了血液对器官的供应。一开始可能只是部分阻塞，但很快就会导致多个器官供血不足，继而紊乱失调。当关键器官的血流被一系列血栓拦路虎堵住时，身体就如同陷入大面积停电，最终发生多重器官衰竭，这才是夺走患者生命的终极一击。这个推论听起来惊心动魄，我们可以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，把人体想象成一个国家，各个器官是城市，血管就是连接城池的高速公路网络和补给线。癌症刚开始的时候，也许只是边境一个小城的叛乱，原发肿瘤。随着疾病进展，叛军派遣小股队伍偷渡到其他城池，癌细胞转移，战火在多地燃起。然而，只要国家的交通动脉还畅通，中央政府、人体生命中枢还能调配资源，勉强支撑各地的运转，病人虽然衰弱，但往往可以苦撑一段时间。很多晚期癌症患者就是这样，他们身上虽然多处沦陷，但生命体征尚可维持，靠治疗和抑制延续着生命。但最可怕的情况是，叛军找准机会炸毁了国家的主要补给线，肿瘤侵入主要血管。试想，高速公路一旦被炸断，补给车队开不进去，各大城市顿时粮草断绝。一座城池可能还撑得住，多座城市同时陷入供应危机，整个国家就难逃崩溃的命运。这就类比于身体同时多个重要器官血流中断，几乎是瞬间垮台。相较之下，单纯的转移就像叛军占领了一些地方，但是如果他们没摧毁交通要道，中央还能各个击破或设法稳住局势。也就是医生可以控制症状，延缓肿瘤扩散，可一旦交通网被毁，血管内长满血栓，那就真是回天乏术了。各个器官很快因缺血缺氧而纷纷倒下。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全身转移还能活更久？答案就在这里，转移本身并不一定立即夺命，关键要看那些肿瘤有没有捣乱到大动脉、大静脉这些生命线。如果患者的转移肿瘤虽多，但尚未侵犯主要血管，血液供应还算稳定，那么身体各器官还能苦苦支撑，患者就有机会与癌共存较长时间，甚至对一些治疗产生反应，暂时压制住病情。相反，如果某个肿瘤，哪怕是不大的肿瘤，长在了要害位置，侵入了一条大血管，那情况就危急了，因为它随时可能引爆我们说的那场结团风暴。大量癌细胞碎片冲进血液，和体内的凝血因子、血小板等打一个不好的配合，在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里结团作乱，形成一颗颗血栓的炸弹。比如门静脉栓塞会让肝脏坏死，下腔静脉栓塞会让下半身循环崩溃，肺动脉的血栓更是几分钟就能让人缺氧休克。很多癌末病人其实就是出现了类似的致命栓塞，可能一夜之间肿瘤还没来得及把器官完全侵蚀，血栓已经先堵死了患者的生命通道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些病例看起来转移不算极端严重，却突然死亡，因为那是被血栓偷袭了。而有些广泛转移的患者之所以能撑，是因为血管畅通，日子就还有得过。说到底，决定生死的往往不是肿瘤占领了多少地盘，而是它掐断了多少条命脉。前面提到的研究中，有一个数据非常惊人，在详细调查的癌末患者中，高达 88% 的人在主要血管内找到了肿瘤栓子的踪迹，也就是说 9% 左右的病患体内都发生过肿瘤细胞跑进动脉或静脉结团成栓的情况。平均每个患者体内发现的10多处肿瘤栓塞，如此普遍的现象却是直到现在才被当作重头戏来看待，不能不令人唏嘘。我们过去更多关注的是肿瘤本身的大小和扩散范围，却没注意到血管里早已暗潮汹涌。其实不仅仅是这项研究，其他一些研究也早有提示，在癌症患者的深部静脉血栓和肺栓子中，
大约有1/4能够检测出癌细胞的踪迹。也就是说，在很多血栓里头竟然掺杂了肿瘤细胞，仿佛肿瘤亲自在血管里搅拌出来的凝块。同时还发现这些癌栓里的癌细胞通常带有促凝特性，特别容易引发更多的凝血反应。种种发现都印证着同一个剧本，癌症晚期时，肿瘤与血液联手，导演了一场足以置人于死地的内部屠杀。而我们过去却一直把矛头对准另一个对象，转移，忽略了这个躲在暗处的杀手。这个新理论一提出，医学界可以说眼前一亮，因为它解释了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，同时也带给我们新的希望。如果真正的凶手是肿瘤对血管的侵袭和随后引发的血栓风暴，那么我们或许可以发展出新的干预策略，来延长癌末患者的生命。研究团队的专家们就表示，他们正准备着手临床试验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办法阻止肿瘤侵入大血管，或者预防血栓的形成，从而避免患者陷入多重器官衰竭。想象一下，未来医生在评估癌症病情时，除了关心肿瘤有没有转移，长多大也会特别留意大血管周围有没有肿瘤，虎视眈眈。如果发现肿瘤贴着血管生长，甚至已经伸进去了，那这就是一个高危警讯。医生也许会提前采取措施，例如考虑手术或放疗，优先解决那些临近大血管的肿瘤，哪怕它们不是最大的肿瘤，又或者给予更积极的抗凝血治疗，防止血栓形成。当然，一切还在探索阶段，因为你总不能把全身血液长期弄得不容易凝固，那样又会有出血风险。但至少方向上，医生们找到了新的着力点，也许能避免不少悲剧过早发生。更重要的是，对患者和家属而言，这一发现带来了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与新的战略。过去我们谈到癌症末期，总有一种宿命论的无力，觉得只要癌细胞扩散了，迟早会走到终点，仿佛那最后一步无可避免。可现在我们知道，决定生死的关键转折点也许没那么早注定，还有可能被干预。如果我们能守住血管这道关卡，不让肿瘤在最后关头冲破防线大肆作乱，也许患者就能多争取到宝贵的时间。换言之，将来的抗癌策略可能不仅是抑制肿瘤生长和转移，还要学会保护我们的血管，维持住身体的供血线路，不让敌人炸桥断路，我们的器官就能多撑一回。当然，这并不表示转移就变得不重要了，转移依然是癌症进展的主要标志，只是我们现在明白，转移不等于立即死亡。有时我们可以把转移当成慢性病一样去管理，只要没有引发致命并发症，患者完全可能在转移状态下存活较久。而那致命并发症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血栓和器官衰竭。因此，对癌症病人来说，除了定期检查肿瘤大小和位置，也许还应更加留意凝血指标的变化，警惕血液里的风暴酝酿，例如第二具体升高、血小板异常增高等，都可能是血栓风险的信号。临床上本来就有所谓癌症相关血栓的预防措施，比如对某些高风险的肿瘤类型，医生会建议预防性使用低剂量抗凝药物。而现在这项研究强调了血栓在中末期的核心作用，或许会推动未来更广泛的将抗凝策略纳入癌末照护。另外，影像学上如果发现肿瘤贴着大血管，医生也会更积极的评估要不要提早处理。比如某位晚期胰脏癌患者，肿瘤已经侵犯门静脉，那也许尽管整体预后不佳，仍值得尝试针对门静脉处做重点治疗或支架介入，来避免门静脉堵塞导致急性肝衰竭。这些都是新的思路和课题。纵观整个抗癌历史，人类一直在与肿瘤细胞斗智斗勇，不断寻找它的弱点。我们攻克了一些致癌基因，研发了靶向药、免疫疗法去围堵癌细胞，我们想方设法阻断癌细胞扩散的通路。但现在看来，我们还得顾及战场上的另一条战线，那就是血液供应线。癌细胞不仅会攻城略地，还会剪断电线，拦路截粮。我们过去只注意到前者，现在终于识破后者的阴谋。可以说，这项发现让人对癌症最后阶段的残酷一幕有了更清晰的认识，同时也给了我们新的靶点。未来或许可以研发抗癌酸双管齐下的治疗，一方面打击肿瘤本身，一方面保护病人的血管和循环功能。
也许有一天，癌末患者能因为这样的策略多活一段有品质的时光。总之，癌症真正致命的原因，并不只是肿瘤转移本身或肿瘤长得有多大，而在于肿瘤何时攻陷了人体的血管要道。当那道血管入口被肿瘤攻破，一场死亡倒计时就开始启动，癌细胞碎片蜂拥而入，在血液里引发结团风暴，血流被血栓阻断，器官一个个熄火。这就是为何有些癌症患者最后会突然急转直下，也是为何广泛转移并非绝对死刑，关键看那场风暴是否被引爆。了解了这个机制后，我们对癌症的认识更进一步。原来癌细胞不仅会漫山遍野的扩张版图，还会暗中策划毁掉桥梁道路，而我们绝不能再忽视这隐藏的杀手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医学能针对这致命环节找到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手段。或许哪一天，当结团风暴来袭时，我们已经有办法化解这场血海风暴，把夺命的镰刀从死神手中夺下来，为患者赢得更多生的机会。生命的长度有时就在毫厘之差的细节，而现在我们总算找到了那毫厘之中的关键所在。战斗尚未结束，但至少我们揭开了一层幕布，看清了终局之战中的另一个敌人。接下来就让科学和医疗去攻克它吧。